同学们，大家好，欢迎来到以诺画室继续学习画画，我是 Alex。今天我们继续完成上节课的内容，2点透视立方体光影的部分。这节课我们会画背景哦。首先我们需要用到的工具有画板、素描纸、美纹纸、纸巾、橡皮、铅笔 2B、4B、6B、8B、HB。我们准备好以上的工具就可以开始咯。首先我们要对立方体黑白灰的关系有一个大致的印象，先看一下原来的图片。我们开始画之前呢，把背景的位置确定好。这里要对准哦，大家可以目测，也可以拿笔去比一比，量一量。这个点不要起太高啊，我们要配合我们实际的物体。这边还有一个其实这边大家可以不用画这条线的时候注意后面。我们再反复的观察。这个桌面它其实就是一个大的正方体的底面它其实也有一定的透视关系如果你不明白这条线怎么画的，你把它想象成一个特别大的一个立方体的地面然后把它还原出来，我们把这个规律捕捉清楚，大家就不会画错同学们这一步也可以不用画直接画一条横的线条作为桌面的边缘就可以了是这一步老师尽量还原的跟这个图片比较相似的状态。再进行一个观察，线有点往上翘。OK， 然后我们进行一个影子的确定先把影子的形状画出来。前面的可以明显一点，后面的可以虚一点这个是我们之前的光影课有讲过。出来，大家注意看好它的位置。其实这个部分它也是根据这个物体的一个宽度决定的，底面的一个面积确定。画得太前的话，它这个位置肯定不对。后面这个面肯定是背光，所以呢，可以还原出来，大概想象一下它的这个影子的状态。OK， 这一步呢，我们可以用4B 或者6B 进行一个暗面的刻画先从明暗交界线开始我们之前有讲过这个线条应该是怎么样的。在画的过程中，大家不要一味的寻求速度画到这一步，连同影子一起。先画第一遍，然后再完成第2遍。我们侧着笔，很多同学在画这一步的时候呢，觉得，老师我这个线有的地方重，有的地方轻说明你这个拿笔的用力的感觉不对。我们的感觉应该是把笔尖侧面搭在这张纸上，手拿着笔去磨这张纸。然后使用一点点的力气，它就可以造成一个变化。你这个力气呢，保持一定的稳定性。
后我们继续把这一面先画到位。明暗交界线附近，我们要给它一个颜色上的明确。画的时候把这个边的颜色贴到背景里面，你看这里还是有线段感，对不对？先把边贴到背景里面去。这里有一点点反光，我们注意画轻一点。画到这一边的地方，我们可以留意一下。那如果你觉得一步不够黑，可以换一支8B 的铅笔。你看老师在这一步不断的去画，它的线条是不会跑出来的。注意面上下跟左右的一个颜色变化，前面这里应该是比较重的。好，这个面我们基本上画的差不多了，再把这个边界用橡皮擦大家使用橡皮擦的时候可以把橡皮擦削一个尖出来。我们通过这个尖去修，橡皮擦除了有擦的功能之外，我们还有修线的功能。然后继续画到影子的部分，然后画到这一步，我们记得要把这个线条加重，贴地的地方加重，当然不要画得太厚这个线。有一条缝隙在就可以了，这边也是一样。OK， 我们进行一个影子的处理。影子的处理，前面的地方要比较重。这个地方线条要往后面走，贴着边往后面画但是这个地方不要画得太明显，是用这个边的颜色画到后面去。我们通过图片的对比会发现影子它会比里面重一点点。很多同学在画的过程中受书本理论的影响觉得这个明暗交界线才是最黑的地方我们可以通过观察看看它是不是这样。为什么有人说明暗交界线是比较重的呢？一方面是取决于这个物体的本身的颜色，另一方面也是取决于光源照射的一个位置。这个地方比较明显
但是我觉得影子其实也比较重。到后面的形状我们不要这样去修它啊，我们用另外一个角度，为了让后面更模糊啊。如果你这样去圈它，其实会不好看。我刚才讲了，前面的要明显，后面的要虚啊，然后继续用橡皮擦把一些形给切出来。注意画的时候保持画面的整洁干净，你的手指印不要挨着这个纸啊，这个手应该是比较干净的啊。然后保持画面的整洁。然后有的同学喜欢在这一步用手去擦它啊，我不建议大家用手去擦，因为手呢，它毕竟接触面是有限的，你这样去擦它的话，可能这个均匀的情况很难保证啊。我们一般用纸巾，呢把纸巾对折，大概是这样一个状态，找一个比较平整的地方，大家可以忽略这边啊，这边不平，找一个比较平的地方。有的同学画呢是几个手指这样去擦啊，因为手指的受力面积也是力气度也有限，我们尽量用大拇指去擦它啊。总之，大家把这个面积的平整控制好，用力均匀。什么时候要擦呢？啊，当我们不想有纸的颗粒的时候，或者有的地方不均匀的时候，需要用这个纸去擦一下，让它更均匀。但是不是说整一个面我们都要擦，有的地方我们要有一点点的颗粒感，让它保持一个透气的状态。这个过程同学们不要滥用。你看后面呢，我就不擦它，让它有一个透气的感觉。如果你所有的画都去擦呢，每个地方你都去擦，觉得一擦效果特别的均匀，其实到最后我们的画会显得比较油腻比较闷，感觉不够爽快，是会有这样的感觉的之后我们再拿橡皮擦把这个外形修出来。橡皮屑也很重要手去拍橡皮屑的时候不要蹭到画油。好，这一步呢，很多同学画完这步就直接开始画暗面了。我建议大家画暗面，大家先观察几个画面，因为我们要画背景，先把背景画出来，然后再看一下它的黑白灰的关系。画背景的时候同学们注意，从亮边开始，贴着这个最亮的边，大家可以根据背景的颜色来决定这条线的颜色程度。贴着这个边往外面画，贴着这个边往外面画。一开始贴边的时候慢一点，为了让这个边清楚。往外面画的速度可以快一点，但是始终保持力量的均匀。这边也是一样，贴着边往外面画。很多同学觉得，老师我这里是斜线，这边是竖线，它们之间交织的位置怎么处理呢？如果我两边都画的比较明显，那其实它们碰撞在一起会形成一条比较深的锐线。那我们这个地方再补倾斜的线，所以一开始画的时候不要画的太里面，不要画的太过留一点点空隙，进行一个补充。这个斜的线条可以把它作为这个第二点。
然后这边的线条也要进行贴边。有同学说，哎，这个位置又是另外一个方向了。还有一种方法，大家看好啊，看我的笔的角度，哎，有没有发现，最终变成了一个水平的排线？水平的排线就可以变成一个倾斜的排线。其实竖线其实也是可以的啊。注意这个位置大家不需要贴边了啊，因为它是暗面，不需要把它贴得太明显，而且它是一个后面的位置。我们就用这样的方法，尽量用统一的排线把这个背景画好。背景画了一轮还不够的啊，这个贴边的位置要比较重一点，把它画开，把贴边的位置画开一点。如果你不画开的话啊，像这个贴边，如果你不画开，它就会感觉这个物体发黑光啊，发黑光，有妖气对吧？发黑光。会很丑啊，就不像在环境里面。我们虽然要刻意营造它的对比强烈，但是也要保持画面的均匀，这样。待会这个角我们再拿橡皮擦把它画出来。这个桌面我们不需要贴边啊，我们只需要有颜色的区别，因为这个桌面它是一个远景，远景我们就不需要做的太明显，只需要有颜色的不同。OK， 你看像这一步还是有很多这个线条不均匀的地方，我们用纸去把它去除。可以换个尖点的笔去处理这方题边界的位置，也可以用拿橡皮擦去把它的这个边擦得更明显。然后换一支6B。相对发展，这个位置就有一点点不清楚。我们换一个型号的降低这个型号的大小，由8B 推到6B， 它的背景我们可以再排一遍，可以排得更细。如果你的 B 数越大，它的颗粒感就会越明显。然后为了让它更均匀，适当降低，但是要保持一定的重量，但是要保持一定的颜色。好，这个桌面我们要把它画平。桌面从底下往上面的背景它是有一个渐变的关系，稍微有一点就可以了。好，我们再画下面这里。
先简单画一层，然后再用纸巾去把它处理出来，再补地方上。再进行一个线的补充。补充的时候不要太快，可以慢一点，以画细为准。然后方法也是一样，我们只画这个面，这个也算是明暗交界线，上面稍微重一点。底下要再浅。好，然后到桌面的绘制。大家观察桌面的颜色呢，我们要怎么样去控制好呢？这里有3个面没有画对吧？亮面、灰面，还有这个桌面的颜色。大家看一下这3个面哪个最重，我们从那里开始。哪个最重，我们就从那里开始。也是一样，贴边。往外面画。这个颜色还是有区别啊。先处理好左边的颜色。如果我们排线排均匀了，可以不用纸巾去擦。然后再画到右边的位置。但是大家在排线的时候保持耐心啊！如果你觉得累了，可以休息一下。像这个地方不需要贴边啊，因为它是后面，大家记住，贴边的只有亮面，只有亮的地方。除此之外，暗面我们不需要贴边，直接这样画过来。针对不均匀的地方，我们像这个用线方向不一样，就用纸巾去。后面相对模糊。前面要明显。OK， 我们再仔细观察这些线条感有没有出来啊？除了这个贴地的位置，我们需要有一点线条感。其他地方我们看一下有没有到线条出来。我觉得这里好像还有一点。那我们把这个线条的颜色融到画进去。这个颜色把它融到这里去。这里还有一点。好，到亮面，亮面我们可以到灰面，灰面我们可以注意这2个颜色啊，它是所有灰色里面比较中间调的，我们要更浅，可以
是用到2B 或者3B， 我们画的时候要更慢啊。注意控制好力气，不要跟背景一样，不要跟桌面的颜色一样。上面稍微重一点，下稍微轻。看这个颜色区别开，但是这条线很明显，对吧？我们有2个方法，可以用橡皮擦把它修掉，然后再拿笔去补一补，不要让这条线太明显的跳出来。在素描的光影里面，所有的线条都是隐藏在画面当中。把这个线融入环境当中。好，剩下一个亮面。亮面呢，我们可以使用 HB 或者2H， 比较硬啊。我们画的时候呢，大家注意看啊，要慢一点。为什么要画亮面呢？之前有讲过，为了让这个画都有整体的效果。不能留空。因为是 HB 的铅笔，所以质地比较坚硬，画出来的线条也比较细，而且非常的轻。因为是亮面，物体的颜色偏白，所以呢，亮面的排线好像没有画一样。如果同学们以后遇到的物体颜色偏重，本身又不是浅色的，亮面的颜色控制在一个灰色调里面就可以了。好，它是最亮的。下一步我们进行一个调整，就把地方修细。大家看到这里有2个缺角的地方、磕碰的地方，用橡皮擦把它简单的处理一下。中间这里也有。大家在画这一步的时候，不要太依赖。大概有一点感觉就可以了，然后这个转折的地方让它有一点小高光，然后用 HB 继续去调整这个磕碰的位置。不需要画的太明显啊。好，我们画到这一步，检查一下，如果没有问题，我们就可以结束了。同学们，你们觉得这次的影片怎么样呢？如果您喜欢我的影片，请订阅、分享、按赞。我们下节课再见，拜拜。